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离婚后事业飙升，冯绍峰戏份少到尴尬，真是天壤之别。这对曾经的金童玉女组合，离婚后直接变成了事业两极分化的教科书级案例。他像开了加速外挂，事业猛得像洪水猛兽，而他吧，感觉像是打开了慢放模式，存在感越来越稀薄。怎么就搞成这样了？今天咱们就来掰扯掰扯。赵丽颖这姑娘用4个字形容，那就是狠人本狠。草根出身的她，硬是靠自己的小身板撞开了娱乐圈的大门。她从最早的龙套角色开始，一步一个脚印蹦达到今天的剧集顶流，这背后的踩了多少坑，受了多少累，外人根本想不到。尤其是离婚之后，她的事业更是冲到了新高度，这速度连头号粉丝都感叹，姐姐是有火箭助推器吧。比如《幸福到万家》里那个倔强的农村姑娘王庆来，赵丽颖演得特别带感，仿佛她真就是村头那个能吵能对但心眼不坏的倔丫头。然后再看《风吹半夏》，她一秒切换成女商人许半夏，带着一股老娘就是要赢的狠劲儿，愣是把商场的血雨腥风演出了大片既视感。关键是她演得不油腻不做作，透着一股子真情实感，观众想不爱都难。反观冯绍峰，他的路线就有点让人迷惑了。当年他可是8阿哥出圈，凭着宫一跃成为无数少女心中的白月光。可现在呢？最新的《一人之下》里，他居然沦落到演一个连戏份都少得可怜的小角色，网友看到都要替他捶胸顿足。这还是当年那个高光时刻的冯绍峰吗？其实吧，他的事业早在婚前就开始走下坡路了，赵丽颖的光环只是让这个差距显得更大了而已。冯绍峰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人生太顺了，从小生长在富裕家庭，吃喝不愁，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，所以你会发现他不像赵丽颖那样有绝地求生的狠劲儿，更多时候是佛系的等机会，而不是主动出击。这么一来，在快节奏、高竞争的娱乐圈，他的路子自然越走越窄。再说两人离婚后的粉丝反应，那叫一个天差的别。赵丽颖的粉丝简直是全网战斗力天花板，每次新剧上线，直接把热度刷到飞起，连黑粉都忍不住争相入坑。而冯绍峰这边，他的粉丝更多是路人缘，喜欢他的时候拍拍手，没啥大动作。也不能怪人家粉丝不争气，毕竟你不给人惊喜，谁愿意花时间帮你冲业绩呢？更有意思的是，赵丽颖在商业价值上的表现也相当凶猛，代言、广告、时尚资，她是各种品牌的宠儿，感觉她的脸都快被印到每家每户的冰箱门上了。而冯绍峰这边代言寥寥，曝光度也低，慢慢就被新一代小生甩在了身后。这不仅仅是事业上的差距，更是娱乐圈生态的一种缩影。在这个圈子里，谁敢拼，谁就能吃到更多的红利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赵丽颖的拼命三郎模式也并非毫无代价。她很少在公共场合聊私生活，感情世界更是个谜。外界只看到了她在事业上闪耀的一面，却很难窥见她在独自奋斗中的孤独与压力。而冯绍峰呢，他倒是有点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，离婚后低调过起了带娃生活，经常被拍到带着儿子在街头闲逛，过得那叫一个佛系又随意。这种选择对外人来说可能有点躺平的意味，但对他本人来说，或许也算是一种幸福。所以你要说冯绍峰是被赵丽颖拖累的，那可真是大冤种了。两人的事业发展差距更多是因为性格和选择的不同。赵丽颖选择了拼命往上爬，而冯绍峰选择了顺其自然过日子。观众喜欢对比，
但这并不代表谁就更正确。总之，赵丽颖用自己的努力撕开了一条从草根到顶流的传奇之路，而冯绍峰则选择了一条更温吞的生活路径。他们的故事既有娱乐圈的光鲜，也有普通人的选择。最后留个问题给你，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赵丽颖那样披荆斩棘的事业人生，还是冯绍峰这种温吞舒适的小确幸？说不定他们的选择都是他们想要的答案。46岁冯绍峰反派角色深入人心，观众让人想起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。不管普通人还是影视明星，中年应该都是一个收获满满的人生阶段。2024年岁末，过完46岁生日不久的冯绍峰，带着由他担纲男主角的电视剧《婚内婚外》向我们走来。从播完后的反响来看，这部剧应该就是他在这个阶段最大的收获。在都市情感剧《婚内婚外》中，冯绍峰饰演的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中年男性，他既想叱咤于商场，又想牢牢树立家庭地位，一切都如愿了，只可惜好景不长，最终落了个鱼与熊掌双双错失的遗憾结局。如果光看这段简单的介绍，没看过这部剧的人可能会不以为然。现实中46岁的冯绍峰本来就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中年男性，这不就是本色出演吗？在演技方面还能有啥看点？实际上，冯绍峰在《婚内婚外》中的表演不光有亮点，而且将男主角胡成那种近乎有点分裂的人格演绎得入木三分，将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丈夫形象塑造得令人发毛，让观众和网友不禁发问：这还是那个温文儒雅的上海绅士冯绍峰吗？无数案例表明，当一个带有反派性质的角色深入人心，让观众把你恨得牙痒痒时，就说明你的表演已经成功了。在大喇叭小范围的调查中，有观众认为冯绍峰塑造的胡成这个人物形象一度让他想到20多年前的一部爆款剧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。我觉得胡成对宁月的那种控制程度虽然没有安家和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里的男主那么扭曲变态，但给人的震撼感几乎是一样的。观众表示，观众这种直观的感受无疑为冯绍峰成熟的演技打上了有力的注脚，也为一个优秀的中年男演员贴上了实力标签。一直关注冯绍峰的人都知道，这位长相既儒雅又正气的70后男演员出道至今已经塑造了无数个鲜活的影视人物形象，但真正让他声名大噪的，还得数那些让年轻人耳熟能详的古偶剧。一般来讲，由于古偶剧有着特定的观众群体，在这个领域深耕的演员可以做到名利双收，然而从多元发展的角度看，却往往受到不同程度的牵制。因为古偶剧演员很容易被定性，而一旦被定性，你出演其他类型的角色，别人就很难买你的账，要想转型基本上是困难重重。但在冯绍峰这里，困难都被他一一克服。除了古偶，他在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中同样收获了大量的赞誉。凭借电影《狼图腾》，他斩获了第3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。凭借都市情感剧《新居》，他获得了多项来自不同平台的荣誉。多年来，他用实际行动打破了人们对古偶剧演员的成见，同时证明了自己超强的可塑性。回到婚内婚外，可以说这是冯绍峰再一次向观众展示了他的这种可塑性或者延展性。冯绍峰2003年曾经在青春偶像剧《男才女貌》中出演过一个反派性质的角色，因此看过《婚内婚外》后，不少观众对比之下得出一个结论：冯绍峰20年后再度饰演渣男。表面上这样的说法是成立的，但如果你细细品味冯绍峰在《婚内婚外》中的整体表现，就会发现如今他塑造的胡成这个角色绝不能简单的用渣男来形容。不是说这个人不渣，而是演员冯绍峰在积淀了20多年之后，
用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炉火纯青的演技，塑造了一个丰满而立体的复杂人物形象。这个形象显然有别于普通意义上的渣男，而且从表演的境界来讲，已经跟男才女貌时代不可同日而语。最后不得不说一句，如果说冯绍峰在婚内婚外中掌控的是妻子蔡文静的生活，那么在现实中，他掌控的则是作为观众的我们。因为他已经完全具备了这种能力，他自始至终拿捏了我们看剧时的大部分情绪。